世人以为武魂殿只有7个老头，直到你踏血云归来，比比东感受到难以喘息的压制。这种压迫力，即便是面对千道流也不曾体验过。他强忍颤抖，菊斗罗，去看看怎么回事。菊斗罗艰难扶墙走出教皇殿，往威压源头望去，正好看到血红大场无风自动，那一抹血红与标志性的白发。菊斗罗瞬间想起那人的身份，七杀斗罗，太上供奉杨林。100年前，武魂殿太上供奉杨林横空出世，20岁便成就封号斗罗，镇压一个时代，杀的斗罗大陆邪魂是不敢冒头，杀的各大宗门噤若寒蝉。当时他们尚未成就封号斗罗，却对杨林之名如雷贯耳。消失70年的杨林，他回来了。菊斗罗朝圣班拱拱手，比比东追问菊长老，可是有人在武魂殿耀武扬威，冕下并非外敌，而是武魂殿一位供奉大人，他回来了。供奉？比比东眉头一皱，供奉殿只有7位，他不记得谁有这种威压。鬼斗罗激动道，莫非是那位？冕下有所不知，供奉殿本就有8位供奉，除了7位供奉，还有太上供奉武魂7杀剑，名唤杨林，封号7杀。7杀斗罗以杀正道，后来隐居，于70年前外出杳无音信，那时冕下尚未登位，故不知道。比比东深情不解，7杀斗罗很厉害吗？菊斗罗肃然表示，7杀斗罗和大供奉一个时代，实力不比大供奉弱。鬼斗罗打了哆嗦，杀心之盛无与伦比。比比东心里一惊，恍惚想起千寻疾曾经提过。千道流察觉到熟悉的魂力波动，猛地睁开眼睛。惊愕斗罗、青鸾斗罗、雄狮斗罗、光灵斗罗、千钧斗罗、降魔斗罗6位供奉已经到了近前。惊愕斗罗道，大哥，有强者降临，我们要不要借此消耗比比东一波，削弱他手中权力？比比东明显不吸血，将来雪儿归来，如何掌控武魂殿？青鸾斗罗附和，拿着武魂殿的资源给一个废物，我们不能看着武魂殿栽在比比东手里。光灵斗罗也点头，不能眼睁睁看着比比东带领武魂殿走向衰落。这几位供奉出身平民，希望武魂殿能发扬光大，给平民带去希望。千道流嘴角轻笑，我知道你们心意，但惩治比比东用不着我，我确实一心修行，不过比比东确实不能继续掌管武魂殿。众供奉惊喜，千道流起身，我带你们去迎接即将改变武魂殿权力结构的人，跟我来。在一众供奉惊诧眼神中，千道流腾空而起，在杨林身前3米处停下。惊愕斗罗等人跟在身后，感受到莫大压力，抬眼望去，仿若尸山血海。千道流带着喜悦，杨林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杨林2字轰然在众多供奉脑海中响起。100年前，太上供奉杨林横空出世，杀得各大宗门噤若寒蝉。惊愕斗罗颤声，大哥，是那位武魂殿至尊杀神7杀斗罗杨林吗？他望着杨林，这惊人的杀意当世无双。不过杨林只杀恶徒，所以他们敬佩，却不畏惧。千道流嗯了一声，不错，杨林便是杀神斗罗。当时你们尚未成就封号斗罗，没见过真容。众供奉齐齐躬身，见过7杀斗罗。杨林淡淡回应。千道流拉着杨林进入供奉殿，亲自泡茶。100年前封号7杀斗罗，战力无双，而今依旧保有武魂殿太上长老之位。我话讲完，谁赞同谁反对？太上供奉话语权比教皇更大。千道流痛快让位，几位供奉自然遵从。杨林看着7位供奉笑道，大家都是超级斗罗，放松一点。旋即收敛杀意，宛如普通人。千道流问出最大疑问，杨林，你现在有没有跨过那一步？杨林慨叹，成神何其艰难，我游历70年寻觅神迹，困在最后一步，才跨过半步。千道流叹息，我告诉你的那2个位置，你去了吗？杨林沉吟，杀穿了杀戮之都，打通了海神9考，但他们等的人不是我，不肯传承神位。杨林双目跳动，血色溅起，邪魅一笑，虽然尚未走完，但长久修持，必然成神。等我修成100级，找到打破壁垒的方法，诸位可随我飞升。多谢太上供奉。众人震撼。杨林放下茶杯，缓缓道，我回来看到教皇殿坐着一名女子，千寻疾呢？当初自己提醒过千寻疾小心比比东，此刻需要确认剧情。千道流眸子闪过哀伤。吉儿听说蓝银皇化形成人，带人去猎杀，关键时刻蓝银皇献祭唐昊，被唐昊反杀，吉儿归来时重伤，救治不得死亡。杨林凝视着千道流，千寻疾是天使武魂，除非是95级的封号斗罗出手，不可能留下他。我需要知道真实情况。千寻疾叫我一声大哥，你顾忌什么？我来报仇。杨林五指轻旋，掀起一阵强风，显露出嗜杀一面。千道流沉吟，你别管了。若杨林知道是被比比东所杀，必然毫不犹豫斩杀，届时千仞雪就没母亲了。惊愕斗罗见状表示，千寻疾有个女儿千仞雪，被教皇比比东派遣到天斗帝国冒充太子。您若想见，我们可以让比比东接回。杨林微微颔首，确实该见一见，别去冒充什么太子了，想收服天斗杀过去即可，只有弱者才用计谋。惊愕斗罗，不过比比东对供奉殿的命令有些不屑一顾。杨林轻哼，就说是我杨林所言，他不服气带他来见我。还有一件事，昊天宗灭了吗？唐昊重伤千寻疾，难道不该覆灭？千道流额首，当初我去了昊天宗，与唐晨交手败了一招，让昊天宗自封山门，这件事就算过去了。杨林轻轻一笑，我做这个决定不仅是报仇，还有另外一个目的，为了正义，资源掌握在贵族宗门手中，视平民为草芥，我们武魂殿帮助平民崛起，发放补助，若不消灭就势力，平民如何出头？惊愕斗罗等人皆出自平民，热切道，我等为太上供奉之命是从。杨林微微一笑，若诸位助我平定天下，必然青史留名。接下来传令天下各大宗门及2大帝国派人来武魂殿听令，不来就是不给我面子。惊愕负责发放请帖。惊愕斗罗拱手抱拳。杨林朗声，接下来武魂殿的名字将会名震大陆，去做事吧。众人告退，待人走后，杨林疑惑，千叔，现在说说千寻疾究竟怎么死的了吧？千道流无奈长叹，现在的教皇比比东是雪儿母
母亲。当初吉儿用了强迫手段将他锁在密室，比比东怀恨在心。吉儿被唐昊重伤后，被比比东趁机杀害。杨林沉声表示，比比东应该犯了不可饶恕的大错。千道流缓缓开口，当时比比东将武魂殿资料交给蓝电霸王宗弟子，甚至为了对方放弃圣女之位。吉儿气不过才囚禁。杨林敲击桌面，签书，当初你的剑不够狠，若我在，比比东现在早死了。武魂殿将他当圣女培养，他转头和废物在一起，甚至叛徒，这就是叛徒。对于叛徒，密室强迫太便宜他，就该千刀万剐。千道流心里好受不少，接下来的事交给你，金恶斗罗他们我交给你了。杨林点头，等千仞雪接回来，随我修行接替教皇之位，我亲自去一趟天斗城。金恶斗罗对兄弟们道，太上供奉安排的任务，让我们亲自传递信息太给他们脸了。稍后我去教皇殿，让比比东派人去个宗门传讯，令其10日内赶来。雄狮斗罗轻声说，比比东怎么可能听令？金恶斗罗笑笑，是让比比东听太上供奉号令，若不听话，太上供奉出手镇压，正好昭告天下。众人恍然，金恶斗罗迈步走路，看着比比东淡淡道，教皇冕下，派人传讯上3宗、下4宗及2大帝国，限令他们10天之内赶到武魂殿听令。比比东揉了揉眉心，如此不客气的命令，若他们联合针对武魂殿，我会很难做。金恶斗罗提笔写下3行字，七宝琉璃宗宗主10日之内赶来武魂殿听令，不来就是不给我面子。七杀斗罗杨林。金恶斗罗随手丢掉毛笔，按这个模板让人传令各方，若出问题自有太上供奉出没，尔等无需操心。说完走出大殿，菊斗罗、鬼斗罗等人看着自己，倒吸凉气，旋即喜上眉梢，不愧是七杀斗罗，就是霸气。比比东嘴角抽搐，这和直接把他们脸按在地上摩擦有什么区别？咱们的人恐怕会被打出来。菊斗罗难掩笑容，冕下，七宝琉璃宗让我走一趟。鬼斗罗积极道，我去天斗帝国。一个个封号斗罗积极踊跃，有至尊杀神撑场面，可不能放过耀武扬威的机会。比比东挥挥手，去吧，自己小心些，别栽了跟头。千道流泡上一杯茶，缓缓道，杨林，对于最后半步，你有几分把握？杨林轻飘飘喝着茶，眼睛里有一些笑意。10成，外出历练闭关70载。杨林不仅心有所悟，还有一桩大机缘。千道流悚然一惊，诧异道，当真？杨林点点头。识海里同步响起一道声音，引起当时强者千道流的震惊。你的魂力受到不误，凝练自身，升华本质，魂力升华。引起当时强者千道流的震惊，你的精神力倍感自豪，束发成钢，精神力凝练程度。引起当时强者千道流的震惊，你肉身没得到任何提升，拉拢剑意和精神力与魂力发起挑战，你的剑意在修炼领悟，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纯粹。这是杨林游历70年得到的金手指，看着肉身、魂力、精神力、剑意都在自我提升，杨林知道机会来了，所以才匆匆赶回武魂殿，正本清源，既为了天下百姓，又是为了自己。你是不是好奇我如何成神？千道流点点头，我知道能够继承神位，突破100级成神，但我似乎并没有在你身上感受到神明传承的韵味。杨林道，你能沟通天使神力，但有没有想过，当初第1代天使并没有接受神位传承，他该是如何成神？千道流笑了笑，考我。第1任天使神拯救斗罗大陆，收获整个大陆的信仰，然后突破100级，开辟天使神位。天使秘传中有记载。杨林摇摇头，淡淡道，千书，我不认为记载是正确的。修行信仰来自于外界，若别人不信仰你，修为便要跌落。所以我认为想要成神，必须要将自身魂力、肉身、精神力高度凝练，3者合一，内外圆满，方可突破100级，届时方有足够力量开辟神位。我现在走的路是不断淬炼肉身、魂力以及精神力，领悟七杀剑意。千道流含笑道，你所言有理，你继续走下去，若有能帮得上的地方，千书给你护道。杨林洒脱笑道，世上最初没有神，但修行的人多了，总有精彩绝艳之辈成神。既然有第1个，那么为什么不能是我？七宝琉璃宗占地广阔，顺着山脉有内外门弟子居住，一座高耸入云的七宝琉璃塔坐落于正中央。此时一道绚丽的黄色光影从天边飞射而来，毫无顾忌地释放气息，菊斗罗化红而来，悬停于七宝琉璃宗外。人还未至，便感受到有2道比自己更加强横的封号斗罗气息锁定了自己，但菊斗罗有七杀斗罗撑腰，丝毫不惧。菊斗罗声震云霄，七宝琉璃宗宗主宁风致出来听令。轰，声浪伴随着魂力扩散。主殿内，宁风致、剑斗罗、古斗罗感受到菊斗罗毫无保留释放的气息，登时大怒。剑斗罗剑气浮现，一朵菊花竟然敢公然放肆，长身而立，正要出去收拾菊斗罗。宁风致急忙开口，剑书稍后。古斗罗浑身骨头滋滋作响，风致，一朵菊花也敢来放肆，若不严惩，真当我七宝琉璃宗无人。宁风致镇定道，事出反常必有妖，菊斗罗敢独自前来，必然有所依仗，我们且小心试探。3人飞射而出，化作长虹破空。剑斗罗精神力扫描四方，确定没找到隐藏对手后，态度镇定不少。剑斗罗冷声道，大张旗鼓来闯我七宝琉璃宗，莫非不将我等放在眼中？我还真没将你们放在眼中。菊斗罗轻笑，剑斗罗一手握剑，至于我的剑有没有意见，恐怕需要菊斗罗亲自说一声了。菊斗罗冷笑，踏空走到剑斗罗面前，捉住剑斗罗手腕，让七杀剑架在自己脖子上，来，你动我一下试试。七杀剑锋贴在脖子上，只需轻轻用力必能斩杀，但剑斗罗不敢动手，毕竟菊斗罗身后是整个武魂殿。宁风致拱手，敢问菊斗罗，千里迢迢所为何事？菊斗罗递出一张卷轴，武魂殿邀请各方势力首脑10日之后前往听令。宁风致咬牙，菊斗罗，你当真是来挑衅？打开一看，上面的话更加不客气。剑斗罗看到听令2字，冷声道，武魂殿欺人太甚，不如和他们干上一架。菊斗罗耸耸肩，你们随意动手，我保证不还手。不过诸位好好看看落款，落款处只有2个字，杨林。看到2字，3人齐齐一愣。古斗罗和宁风致看向剑斗罗，那是你表哥？剑斗罗身躯一颤，想起了被支配的恐惧，是我那位表哥回来了。菊斗罗轻笑，不错，我家太上供奉回来了，命令尔等前往听令。不去就是不给我家
家太上供奉面子。70年前，杨凌成就封号斗罗，杀得斗罗大陆血流成河，镇压了一个时代。如今杨凌归来，容不得不谨慎。宁风致深吸口气，躬声道：“敢问七杀斗罗唤我等所为何事？”菊斗罗轻飘飘道：“我家大供奉见大陆分裂太久，想要整合统一，希望你们配合。”转身就走，全无恐惧。宁风致松了拳头，剑书七杀斗罗是单独传信，还是会给其余势力传信？剑斗罗苦笑，以我那位表哥张扬狂妄的性子，应该会给大陆上有头有脸的势力都传信。古斗罗强迫自己发出声音：“七杀斗罗18岁封号七杀，30岁修炼成99级巅峰，消失近70年，修为肯定更恐怖。我的意思是，无论他说什么，我们只管赞同。以那位的性子，若10个人中有9个反对，他只会杀掉这9个人。”宁风致道：“我们何不去问问蓝电霸王宗以及昊天宗？”剑斗罗摇摇头，建议不用找他们商议。他既然敢给10日时间，只能说明他不将所有人放在眼中。若商议出让人热血上头的结论，惹他不喜，七宝琉璃宗基业恐怕要毁于一旦。玉元镇看着手里毫不客气的卷轴，武魂自动附体，目光雷霆奔涌。蛇矛，有本事你再说一遍，让我们俯首称臣。谁给你们武魂殿这么大的胆子？蛇矛斗罗根本不怂，轻飘飘威胁：“老龙，就算你能打过我，你敢动我一下试试？但凡我有一根毫毛的损伤，蓝电霸王宗鸡犬不留。”七杀斗罗除了杀伐果断，还极其护短。蛇矛斗罗相信，若自己出意外，太上供奉必定一剑荡平蓝电霸王宗。玉元镇冷静下来，看着署名处杨凌2字，一切勇气被击溃，面上青红交加，顷刻间浮现笑容：“哪里话，我们都是朋友。既然是太上供奉邀请，10日之内必然赶到。”杨凌一身红衣，缓步而来，旁边跟着一位身着黑袍的鬼斗罗。杨凌不想一直待在一个地方，便来接千仞血回武魂殿。鬼斗罗对杨凌崇拜的紧，杨凌沿途指点，令其修为飞速提升。守城将士道：“进城1枚银魂币。”鬼斗罗取出1枚扔出：“这是我的。”看向杨凌时，拍下一把金魂币：“这是我家大人的100金魂币。”守城将士张了张嘴：“这位先生给的太多了。”鬼斗罗嗤笑：“我家大人尊贵无比，1枚银魂币配不上。”杨凌忍俊不禁，鬼斗罗办起事来挺对胃口，这不傻逼吗？显得自己很有钱一样。一道不悦的声音传来，是个穿红衣的小胖子。杨凌眉头一皱，鬼斗罗无需吩咐，闪身靠近，啪的一巴掌抽在小胖子脸上。马红俊口喷鲜血，牙齿碎落。马红俊，你没事吧？史莱克七怪正准备前往武魂城参加总决赛，戴沐白大怒：“老头竟然对我兄弟出手！”白虎金刚变，白虎烈光波，戴沐白瞬间武魂附体，但魂技还在蓄力便被打断。鬼斗罗冷哼一声，释放魂力威压，戴沐白倏然跪在地上，五体投地。这一幕让城门口众人骇然。唐三跃众而出，拱手道：“两位，我同学不过说错一句话，不如给我个面子，就此接过。”鬼斗罗轻挥衣袖，一阵清风瞬间将唐三吹得倒飞而出，摔在地上。还有谁敢拦我？杨凌笑骂道：“好了，把这红衣服胖子处理了，我们还有事。”是。鬼斗罗凝聚魂力，大手顺势拍下，扑哧一声将马红俊拍成血雾。